Hello 呀，这次我们又能出远门了，温哥华，我们来喽！Would you like coffee or tea? Americano or espresso? 这次主要目的呢，是带小朋友来一个短途的飞行之旅，想说也顺便探店几家自己咖啡清单里面的咖啡店，那么就跟着我的脚步出发吧。第一家 Peace and Culture， 这家主打一个创新和实验性的咖啡风味，常常会用一些比较特别的处理法咖啡豆。这次去的时候就喝到了一个有趣的哥伦比亚粉波旁，它是蜜瓜贡发酵处理，我点的是澳白，可以喝到蜜瓜菠萝的感觉，同时有种青苹果皮的微微涩感，完美的跟牛奶融合了。还有他们特调的蓝莓抹茶，抹茶提前融合，非常浓郁醇香。手冲呢我也点了，感觉他们非常的干净，而且有层次感，是一家适合不同咖啡爱好者喜欢的店。那么第二家位于 Fraser Street 的 Soul Coffee，如果你也喜欢这一类咖啡探店的话，欢迎继续跟踪我哦。那这家的地点呢，它的室内设计给人一种温润极简的感觉，桌子跟桌子之间也是非常宽敞，一进门就能给人一种暂时休息一下的舒适感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点了它店里的3个不同的咖啡饮品，不对，2个不同的咖啡饮品，然后其中2个呢是他们的 signature drink， 那另外这一款呢是它的特别豆子做的 flat white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有 strawberry 的味道。那你有喝到柚子吗？后面好像有点那个柚子皮的干干的感觉。你试看看。对，今天呢，我这视频里面还有一个我的好朋友藏在视频的对面，是吧？是不错的，我觉得还算蛮。它的奶泡已经算合格，对，很不错哎。下一杯，噔噔，这个好像有点莫奈风，有没有？那个配色。对，他们的 signature drink peach chocolate peach， 但是它的 peach 我没有喝太出来。哦，火炬茶的味道也很，就是火炬茶味道。火炬茶多过 peach 的味道，peach 味道被压住。整体感觉是偏清爽的那种口感，所以我觉得天气开始热起来，这一款会很多人订。这一款 Blood Orange Fresh Brew， 我们来搅一下。这个好喝，对吧？这个属于它不是甜的那种甜口的那种 special drink， 它是就是正常那种 cold brew 咖啡，然后搭配就是它的那个 blood orange 的酱，所以它整个那个 blood orange 的层次就在下面。然后这个泡泡的好处就是封锁住所有香气，所以你喝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有一个冲进去嘴巴里的感觉。是啦，它不是偏甜感。超级清爽，对，超级清爽。然后它那个橘子皮的那个香气很重，下面就可以甜一点了。因为上面我刚刚喝上面，它就比较像青皮的感觉，然后呢到下面的话果感比较强，比较重。 3款都没有踩雷。如果问我哪一款我会回来喝的话，我应该会选一个 Special Coffee Bean 加上一个这一款，对吧？对。好了，那我们去下一家走。那么第3家叫做原 Coffee， 这家咖啡店的特点在于手冲和意式咖啡豆有很多选择。我当时看到菜单，估计就有20多种，甚至更多。同时，店内采用双拉杆意式萃取咖啡，让人视觉和口感都满足到了。哇，好有趣的味道哦！这冷的草莓味更出来了，然后会有点像草莓蛋糕，真的，这款豆子我觉得很不错。那不就会有一点点想到，如果是刚才热的时候，真的很像一个豆奶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喝出小时候的草莓脆梨酥的味道，真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有一点点，好像有那个叫Pocky 的那个草莓 Pocky，然后就有这个感觉，就有点像那种味道。对，蛮酷的，蛮有趣的。棒哦！
你看，所以我们说要 funky 的，他就也推荐。他也推荐了对的方向，而且他也说，就是他 funky 有不同的浓度吗？然后他就说我们选的这款会稍微，他说比较自然一点，就不会那么 funky，所以就是他讲的还蛮，就是很真实，就跟他做出来的是一样的风味，我就觉得这一点也是对啊，很厉害的一个方向。就他不是很懂那个豆子的特性，然后他也真的可以把它做出来。对，漱个口。下一杯是我们点的一个，这个也是哥伦比亚的，对不对？忘记了，它太多豆子选的，太多了。它这家店的优点就是它可能有10几款到20款，肯定超过，我觉得超过20，对，可能有20款以上的豆子在这里面，然后你可以试。然后它也分得很明确，说有的是适合有的是适合的 espresso， 有的是适合 pour over， 所以就这也是这家店的优点。我好喜欢哦，真的有 citrus， 然后 green tea， 有点像柠檬绿的感觉，而且它很顺滑，因为它冲得很丝滑。而且我感觉他很那个，他介绍的时候非常耐心听我们的需求，对，所以他可以推荐的很到位。他会认真听我们想要喝什么口味的豆子，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。然后基本上他介绍的，我觉得我们都没有踩雷，都是喜欢的。所以这家我觉得挺厉害的，因为我觉得豆子多了就很考验咖啡师去冲每一款豆子的方向，因为每一个豆子适应的那些水温什么的，还是有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或者是冲法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有20几款豆子这样子，作为一家咖啡店是很需要考验的。对啊，那个多样性，我刚刚在想说，每一款豆子的研磨度它要怎么那个，它要自己调好。然后我看到它小板板上面就有标记，它每一款豆子的研磨度大概在哪里，超厉害，所以蛮细心的一家。因为我们太喜欢这2款咖啡豆了，于是就买回家。他们还帮我们写好了研磨度、冲煮时间和水温，超级详细和细心的。那我把这2款豆子的详细内容分享在这里。那这家店我是一定会再来的哟。那第4家店叫 Nomad Coffee Bar， 是一家强调社区感的咖啡店。不只是做精品咖啡，更像是在做一个可持续咖啡生活方式。这家店基本看不到外带杯，他们主打一个 Bring Your Own Cup， 鼓励大家带自己的杯子来装咖啡。如果没带杯子，他们也可采用租用，下次带着杯子再回来购买咖啡的时候就可以还押金。他们认为真正减少浪费的方式不是回收，而是从源头不再产生垃圾。这样棒的环保理念在咖啡界真的还蛮值得被宣扬的。这家店呢，提倡环保意识很重，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土购的话呢，都要加3块钱，然后去换一个陶瓷杯，然后可以带走。那之后呢，你下次再来这家店呢，你可以带回他的这个杯子，杯子再带回来还给他们呢，他还会把钱退还给你。所以他们整个这个就是环保理念呢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idea。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陶瓷杯，就是你可以很好的去享用你的咖啡，不会有那种纸质杯子的那种味道。所以我觉得还是在咖啡上这样子还是蛮帮助的，真的，对吧？经过纸杯口味都变。对，然后今天我们就点了一杯 flat white， 他们的 flat white， 然后另外一杯呢是 pour over， 那他们店也有，所以我就想试一下2款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。这家店有3款 espresso 可以选，那一款就是正常他们的本店本身就有的咖啡豆，那另外一个是他们的特别咖啡豆，那第3个就是 decaf。那我们选的是一个加了2块钱的特别版的咖啡豆，那它是哥伦比亚的。那我们在试下来之后呢，他跟我们介绍是说会有tropical fruit 比较强烈，但我们目前没有喝出来。那唯一的感觉是巧克力感会有出来一点。那下一个呢，我点的这一款呢也是加拿大很有名的 Monogram， 然后他们旗下的一个 Pink Bourbon， 它给人的感觉是有芭乐，然后桃子、乌龙茶的香气。那我们来闻一下先。现在闻更多的呢是桃子跟芭乐的香气多一点，乌龙茶还没有太闻得出来。
喝下来后面是有一个乌龙茶的感觉，所以整体还是不错的哦。然后整杯的酸感也是蛮明显的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很喜欢果酸感明显的朋友会很喜欢这一款。好啦，那我们接着去下一家，最后一家叫做 Pernex， 是一家以器皿和咖啡结合的空间美学店。从极简、干净、客制的空间设计，再到店主精挑细选的餐具、杯子，都带来视觉和使用的享受。那同时，我们都是爱器皿和咖啡的人，有幸和店主聊了很多，同时也选到了适合我做咖啡活动的杯子。如果你们也喜欢器皿和咖啡，我觉得很适合来这里看看，可能会有意外惊喜哦。那这次5家温哥华咖啡探店就到这里啦。如果最近你也刚好要来温哥华，或者正在找咖啡店的话，这几家可以收藏起来慢慢试哦。希望下次也能试试更多不同城市的咖啡店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